嗨，我是老板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女生一旦过了35岁，整个社会对你的态度都变了，开始一直跟你说，如果你再不赶快结婚哦，就没人要嘞。但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啊，不是要鼓励单身就一定比较好啊，不谈恋爱就很棒啊什么的，而是要给不放弃谈恋爱、不放弃寻找伴侣的女生，打破一些35+就会没人要的恋爱迷思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我们来听听35+的女生怎么说。她们说，35岁的女生真的没有25岁受欢迎了，怎么办啊？有一个粉丝说啊，她去参加大学同学的婚宴，然后话题就一直都是谁又结婚啦，然后谁怀孕啦，谁生第二胎啦，怎样怎样。然后因为她还是单身，所以最后大家在散场的时候，就有人跟她说，剩你咯，要加油。她就有一点心情怪怪的，想说我怎么了吗？我是落后了吗？怎么有一种好像我脱队的感觉？被讲好像剩下来，对，就是剩下你咯那种奇怪的心情。然后她说啊，甚至她的爸妈、主管啊、亲朋好友啊、长辈啊，动不动就念她一句说，哎呀，你怎么还没嫁？这样下去怎么办啊？而且你现在已经高龄产妇嘞之类的。大家是真的这么在乎女生有没有结婚，然后还能不能生，然后高不高龄这种事情是不是啊？会不会管太多了？好像搞不好人家冻卵啊，就是好像只要看到30几岁，然后没对象或没结婚，就一定要念一下，任何人都可以对你说教。我的那种男生朋友，如果跟姐姐约会，就是那种年纪比较大，35岁，然后可能对那个女生有不满啊，他就会说，他怎么这么计较，这么小气，年纪大了还这么爱计较，就是不管吵什么，最后都说一个，你年纪大了还这样，你干嘛攻击人家就变成年纪也是一种罪。所以如果35+，你吵什么都吵不赢的意思，因为他就说，你都几岁了还这样，只要给你一句这个，你就吵不赢他的意思。还会补一句什么，难怪到现在还单身。好过分哦！对啊。好，所以可见社会对于女生有没有结婚，这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肯定，是不是？你如果没有这个护身符，感觉你就是会一直受到伤害。然后如果你有结婚的话，好像就有一个防护罩的概念，是这样嘛？所以结婚对女生的生命意义这么大，难怪35+的女生会感觉到很有困境、很焦虑。35+的女生择偶是不是真的变得很困难？如果你是不婚不生，那当然就你自己的选择嘛。可当你并不是自愿单身，你其实是向往婚姻、想要结婚生小孩的，35+是不是会变得很择偶困难呢？我自己是建议啦，大家到了35以上，自己的心态先不要崩。好，那就进入我们第二点哦。如果大家都说你掉价没人要，你自己的心态是要怎么不崩？因为刚刚大家都会那样对待35+的女生嘛，所以她是不是受到很多的质疑跟伤害了？所以很多女生就会在这个时候怀疑自我，觉得自己好像有点被社会抛弃，你知道吗？那男的女的都嫌弃她，然后自己又是不是真的没有人要了？真的会怀疑自我。我有非常多粉丝问我这个问题，老板，我35+，或我现在38，或我现在快40，我是不是真的不可能谈恋爱找伴侣了？因为大家都要找25、28的啊，谁要找我们35、38的呢？我听过非常多的这种求助案例，然后甚至很多男生也都会讲到说，对啊，不管什么年龄的男生都喜欢25岁的妹子啊，我28岁喜欢的也是25岁，我35岁喜欢的也是25岁，我45岁还是喜欢25岁的，所以就是永远只有25岁的女生有人追。然后他们最喜欢举的就是里奥纳多的例子，他无论几岁，他追的都是25岁的女生，他们就把他很神化，就是你看看对不对？我们男生就是这样啊，会有一种好像他这样子是很厉害的感觉，然后大家都很崇尚这个东西，那这个就会带给女生很多的焦虑。所以我的话，我就会回答这样焦虑的女生，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里奥纳多这种男生，大家可以想一下木村拓哉、梁朝伟还有玄彬，他们都不是跟小自己很多的年轻女生结婚，这3位男神也都是很有魅力的吧，条件非常好的吧，可是他们选择的老婆都是跟他们年纪相仿，然后经历很丰富而且很聪明的女性。所以我就会告诉这样的女生说，世界上有里奥纳多这样的男生没有错，但也有很多不是的，所以你不要只片面的看到里奥纳多就觉得啊，全世界的男人都这样，那我们没人要了。你怎么不看看其他男神，他们就不是这样啊？所以可见也有一群男生不是这样子择偶的，所以你完全不用框架自己，就是好像所有的男生就只会喜欢25岁的妹妹，这是不一定的。但是这样比例的男生一定是比较高，对吧？如果他可以选年轻的、生育功能更好的，这样的男生也确实是比较多的。但是不代表另外一种男生没有，我只是说他比较少，但是不是零。所以我要劝你的是，不要放弃希望，反而是你要更加努力的去交友啊，不然像威老板这种35+又离过婚的，我们不就不用谈恋爱了？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男生可以选的呀。好，那我们刚讲到第一点就是35真的不会比25岁受欢迎，这个是确定的事情嘛，对吗？第二点是还是会有男生喜欢同龄的女生，不会只喜欢年轻的，你不会真的没人可以挑哈，这2点要先记下来哦。那进入第3点就是，那我们怎么去找到这样价值观的男生？大家如果出来吃喝玩乐，真的是比较容易先看外表，就看哪个年轻漂亮身材好，然后先去搭讪他嘛。那所以如果你还在期待用这种方式认识男生，相对的你就可能不会是被搭讪的那一个，然后你就会一直觉得啊，现在怎么都没有人要搭讪我了，因为你不能用你10年前认识男生的方式在等待认识男生，因为25跟35认识男生的管道，我认为应该是要有点不一样。我比较建议交友管道可以改成比较成熟的交友社团啊，它里面可能是有一定的年龄标准的，
或者是旅游的社群啊，因为有一些人有钱有闲到了一定程度之后，他很喜欢旅游，可能是35+以上的一些旅游同好，然后经济能力、经历也比较相当，或者是某些进修课程啊，例如你可以去念个 EMBA 之类的，那里面通常就不会是30以下，可能至少是30几，甚至40出，然后在职场上面想要更精进的上班族，甚至是高阶经理人等等的，你的择偶对象的年龄或素质很可能会整个不一样哦。在这些社群里面的男生，他们想要找的可能就是年纪相仿啊，谈得来啊，然后经济能力可能也比较差不多的女生，这样子对你来说是会比较有机会，因为他们想的不是好搭讪、年轻漂亮的女生，所以我自己会觉得25绝对比较受欢迎。可是35不是没人要，但你要改变你的交友管道。那我到35岁，如果我发现我的另一半跟他很不合，但是我可能会害怕说，我好像跟他分开，我就你们已经交往很久，然后35你才发现，可能日积月累，然后觉得真的走不下去。但我觉得我可能会，可是我已经35岁，那我不敢分手。对，很多人会因为交往太久了30几而觉得，可是分手就没有办法再交下一个，而不敢分手。可是又很明确的知道现在这个是不 OK 的，然后嘞勉强自己走下去吗？那又不开心。我觉得我可能很多会。可是这样子，如果你不开心，你还不如单身呢。你依靠他什么？但是我就觉得，那我这辈子好像我没有办法再遇到会有人喜欢我了之类的。这就是我们这一题要讨论的，就是为什么35+的女生就会觉得我没人要了，不会有人喜欢我。真的不会这样，我已经40几了，还是很多人喜欢我。你就是把自己保持好，然后你的经济能力好，然后你也很健谈，又有很多的人生经历，就是真的不会。相信我，我觉得很多有这个迷思突破不了的女生，是因为你期待的都是你25岁、28岁时候的待遇。就是我们25岁的时候，你去个餐酒馆吃东西就有人来搭讪，你去个夜店就有人来请酒。你35的时候，你在想的还是这些吗？那你当然会觉得你看我现在都没有人来搭讪了，这个差别就很大，因为他一定去搭讪22、25岁的，他已经不会搭讪35、38岁了。甚至你去的场子还是一样吗？你还是去同样年轻人充斥的夜店吗？你在想什么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你的年龄长了10到15岁，可是你的出入场合都没有改变，你的朋友圈层也没有改变，你当然会觉得你自己不是那个圈的人了，你会觉得我好像 out 了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是你没有改变，然后你在期待年轻人来搭讪你？我是觉得这个逻辑不对，你应该要到了35、40+的圈层去了，然后你出入的地方也是那些地方了，然后那个地方会遇到的男生，他要找的女生可能会是你这种的。所以我觉得是你有没有依照你的年龄跟人生经历改变你的场合，甚至你的谈吐、你的交友圈。那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个改变，你很容易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被淘汰了。我是觉得点在这里啦，但照理说应该是不会。对，活那个时候，我们35、40的时候去的地方，真的不是我们25岁去的地方。没力气了。有时候交的朋友也变啦，然后朋友的朋友也变了，在你的朋友圈里面，其实也会有其他男生是可以介绍给你的。但如果你旁边全部都是年轻美眉、年轻男生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你为什么没有同龄或是更高年龄层的朋友？是不是你的交友圈该做一些汰换，或该做一些提升等等？我也建议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就是你有没有什么35+或40+交朋友的好管道可以分享给我们哦。第4点就是35+的女生啊，如果真的很想脱单，我建议真的要好好帮自己增加几率。例如，你可以把目标定在每个月要认识2到3个新男生，然后每个人约出来见面2次，再决定要不要继续往下走。其实这个就是跟投履历一样，知道吗？你不多投一点，增加你的样本数，你怎么会被录取呢？而且没投也不会有机会。对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在家里面烦恼，然后在原地困扰。可是你履历就是不投出去，或者是不去主动开约，然后一直在等搭讪或什么被谁看到。我觉得这是太难了。现代人要认识朋友本来就没那么容易了。那再加上如果你又很被动的话，我反而觉得是你要主动出击，然后你可以主动开约，然后不排斥认识更多人。而且有时候其实35+你的标准会提高比较多，你可能比较不容易像以前那样，就是都 OK 啊，就先认识一下。你可能会有比较多自我的标准。不像年轻的时候，就是你要很久才会发现他不行，甚至都交往了最后才分手嘛。可是你35+你聪明啦，你有时候吃一场饭就觉得这个我不行。那你不要因为这样子就觉得我挑不到人啦，我没人要了。不是，是你变聪明了，因为你可以很快的辨识，那你就增加你的样本数，赶快 next 就好啦。你不要觉得1、2个就觉得你看现在男生都怎样怎样，然后没有了啦，挑不到了，继续挑，继续挑，去约会。对，继续约会，每个月保持2、3个，甚至每周末1个的速度，你就是一直约会，一直面试啊。那也很快乐对啊，很快乐。就算不快乐，或那场饭真的是吃得很痛苦，就顶多2小而已嘛。对啊，如果你就是很想交朋友，你不想单身的话，是我觉得你个人可以做的努力这样。所以我觉得女生真的就是不要一直很被动的等待男生来追我，或者网络聊天的时候要聊到很暧昧、很暧昧、很暧昧，然后你就会发现很难，因为没有那么容易暧昧了。对啊，
心没有那么容易被波动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会耶。所以不用一定要等到那时候，我觉得只要有话聊，然后他不是个奇怪的咖，差不多就是可以说，还是要不要周末出来喝杯咖啡，就赶快见本人聊个天了。现场我觉得判断还是会比较快，对你不要这边聊个2-3个月，然后一直不敢开约，然后花很多时间。你不是就是觉得35+没什么时间了吗？要不要更积极一点来过滤这些人？就是聊得不错，周末要不要喝杯咖啡？反正没有什么损失，公众场合也没有什么危险性，保持一定界限的情况下，赶快出来碰个面，这样子不 OK 刷掉，赶快下一个。我觉得女生可以试着主动邀约，因为有时候男生也不太敢约，而且男生会在那边想说可以约吗？可以约吗？他在那边犹豫不决，不如你早点说，那周末要不要就出来看个展还是什么？这样会被男生觉得很好相处就比较快可以决定要不要绿掉他了，不然你还要再跟他聊1个月，不要浪费彼此时间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不要再把关系放在一定要谁撩谁，谁被动等待谁，你要把掌控权拿回来自己的手上啦。对，主动出击，主动筛选啦。所以我觉得35+的女生不是没市场，而是你要找对战场。你以为自己不够好吗？其实你只是需要换个策略，换个交友模式啦。希望这集听完大家可以恋爱顺利啦。请观众回答本集问题：你觉得35+女生恋爱最大的困难到底是什么啊？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35+想要恋爱脱单的女生吗？本集可以推荐这部影片到底怎么列择偶的条件，这里面的条件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哦。然后会员的话，我推荐怎么变成聊天人气王，这个片可以教你怎么跟陌生人聊天，然后网友见面的时候怎么聊天不会聊到干掉，就不会老是冷场也不敢开话题，每次都觉得很尴尬了。还有一集我断交哪些朋友，就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可以汰换你的朋友圈，你才会认识更多不一样的人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